在台湾宠物鸟的历史当中，曾经有金丝雀王国的名号。40年前为金丝雀出口的高峰时期，一年出口的数量高达10万只。这种近乎完美金黄色亮丽的羽毛，更是经过人工选育400年下来累积的结果。很多喜欢养鸟的人，也是被它们悦耳的叫声所吸引。在很多节目或者是电视剧当中，也很容易看见这种鸟类的可爱身影。我们今天的动物图鉴要来跟各位分享的动物是金丝雀。如果你也曾经对金丝雀动心的话，更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集。那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影片吧。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杰克的频道，我是鹦鹉小木屋 Jack。我们今天的动物图鉴也是要来介绍宠物系列的鸟类金丝雀。金丝雀在科学上面的分类属于动物界脊索动物门鸟纲雀形目燕雀科丝雀属的物种。金丝雀的外表非常的讨喜，毛色分为黄色、白色、红色3个主要的品系，其中也有卷毛的金丝雀或者是冠羽金丝雀等等特殊的变异型。当然，这些特殊的形态也相当受到宠物界的欢迎，大多也都是人工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这种鸟类，它们平均的寿命大约是10年到15年，体长大约12到13公分，体重的部分大约是坐落在15到20克，属于非常迷你的一种可爱宠物鸟。它们主要在野外的栖息环境是在一些灌木丛以及树林之间筑巢。它们最原始的品种是原产于亚速群岛马德拉岛。在很久很久以前，葡萄牙人就发现这种鸟类它们非常会唱歌，非常受到艺术家的喜爱。所以就在当时抓了很多这种鸟类，转卖到欧洲各个国家。后来到英国、法国、德国等等地方，都对这种鸟类非常的热爱。所以说，欧洲的繁殖场也就陆续的扩张，一直到现在，已经发展出了超过30个以上不同的羽色以及外形的新品种，在宠物鸟界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欧洲的市场，这个品种在亚洲地区也迅速的扩张。在中国的金丝雀主要有分为山东种、扬州种等等，它们主要吃的东西是植物的种子，有时也会吃一些昆虫。它们也是属于很爱干净的鸟，所以养这种鸟也要特别注意环境的整洁以及多多的沐浴。它们的外表比较不容易看出性别，所以说养这种鸟的人主要就会触摸它们的泄殖腔。如果在触摸它们泄殖腔的时候，觉得比较呈现锥形的，就会推测它们应该是公的。那相对的，母鸟的泄殖腔骨头就比较宽，大多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分辨它们的公母。我们刚开始有讲到这种鸟类，它们的叫声非常的好听，大多是在出生35天到40天之后就会开始学习唱歌。当然，这也是属于它们的本性。我们刚刚讲到分辨它们公母的方式，除了泄殖腔之外，它们开始会唱歌之后，它们的歌声也可以用来分辨公母。公的金丝雀，它们的叫声会更加的丰富，而母的声音就相对的比较单调。7到8月的时候是它们换毛的主要时期，这个时候它们的身体相对的会比较虚弱，所以在这个时期的照料就需要特别的细心。食物上面营养上面也应该多加的补充，尽量避免被风吹，才可以避免在这个时候出现其他的问题。关于这种鸟类的繁殖，大约是在4到6月，也就是春天之际会筑巢生蛋。它们的繁殖跟鹦鹉不太一样，鹦鹉在野外是在树洞里面生蛋，但是这种雀科的鸟主要是在树丛之间自己建构自己的巢。它们每一窝的蛋大约会生2到6颗，母鸟每一天会产1颗蛋，而主要是公鸟来负责做孵蛋的动作，因为它们不是一次就把蛋生齐，所以说同时孵蛋的状况之下，容易会产生大小只幼鸟的问题。当然，先出生的鸟如果长得比较大，相对的就是去压缩了它弟弟或者是妹妹的生存空间。所以说，很多繁殖这种鸟的人就会把它们的蛋先取1颗出来，换成假蛋，等到它们的蛋都生齐了之后，再全部一起放下去让它们孵。那这样这几颗蛋就比较容易同时破壳，幼鸟也会受到相对应比较平均的照顾，也会照顾得比较好。讲到这种鸟类的繁殖，其实台湾也曾经是这种鸟类的繁殖大国。在40年前，台湾出口金丝雀的数量在世界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也曾经有金丝雀王国的称号。一年出口的数量高达10万只，在南台湾，也就是台湾当时最大的出口地。根据资料显示，在台南地区几乎每5户人家就有1户人家有养这种鸟，
而且养这种鸟类啊，不只是当做宠物，他们还会拿去贩卖。贩卖这种鸟类所得到的收入，常常是大于一般人平均的月收所得。所以说，在当时这个鸟类赚钱的方式啊，这个方法也非常受到欢迎，大家也纷纷养起了这种鸟，而且大多是以小家庭、小规模的方式来去执行。不过后来因为禽流感的关系，这样子的盛况也就逐渐的消逝了。主要繁殖的地区从原本的南部转到中部。因为禽流感开始限制了国外航班的交通运输，导致这种鸟类没有办法出口，活体上面有更严格的限制。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也就比较少看到人家养这种鸟了。在当时，台湾人养的金丝雀也有非常多的品种。值得一提的是，有些金丝雀的品种，它们的羽毛是有比较红的颜色，主要是透过杂交让这样红色的基因可以流传下来。但是为了保有更加鲜艳的颜色，有些人在饲料里面也会添加一些胡萝卜或者是番茄等等含有红色色素的食物，让这些色素可以帮助它们的羽色啊呈现得更加的完美。这些喂食的小技巧以及秘诀啦、配方啊、策略，在当时的台湾也相当的流行。但是到了现在，我们想到一般的宠物鸟，可能第一个印象就会想到比较会学人说话的鹦鹉了。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影片为各位介绍这一种在台湾曾经红极一时的宠物鸟，当时的盛况在如今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这种品种的鸟类啊，在台湾鸟店都还能够见到，它们悦耳的叫声，如今依然有非常多人非常的喜欢。这种鸟类在历史上所涉及的国家也遍布了全球，从当时非洲附近的群岛发现这种鸟类，一直到引进到欧洲，贩售给部分的艺术家所饲养，还有包括了后来的亚洲、日本、台湾、中国都非常流行，造成了一股旋风，也撼动了鸟界市场。到最后，因为禽流感的原因，这个鸟类也就逐渐淡化在人们的记忆里了。大家有曾经养过这种鸟类吗？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如果你也是曾经有繁殖过的观众，也很期待你跟大家分享这些珍贵的经验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要记得帮我按赞并且分享。如果不想错过更多跟鸟类以及其他动物有关的知识的话，也千万要记得按下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每周晚上10点的最新影片哦。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的话，也可以小额赞助我们的频道，支持我们制作更多的影片。我是 Jack， 那我们就下周见喽，拜拜。